我叫林野，24岁，县农业农村局派驻青石村的动植物防疫员。早上6点，我被村主任老唐的电话叫醒，小林，快带上你那套家伙来下游河滩，死了一片鸡鸭，别让村里人乱拍乱转。老唐的声音很急，背景里全是嗡嗡的吵闹声。我二话没说，抓起防疫箱，跨上摩托车。最近是禽流感高发期，但直觉告诉我，情况没那么简单。骑到河边，第一眼我就觉得不对劲，正常的疫病爆发，死禽大多是集中倒在养殖场或者某个水坑边，但眼前的死鸡死鸭是沿着河岸断续续铺开的，足足绵延了10几米。那不是死在岸上的，是从上游飘下来，被水浪拍上来的。几只野生的白鹭倒在芦苇丛旁，脖子扭成了怪异的折角，利爪紧紧勾着，泥地上留着深深的刮痕，是死前剧烈扑腾挣扎留下的。老唐急得直搓手，快点拍照，撒点石灰，填表上报，这事儿压下来，不然镇上又得找麻烦。我没理他，戴上双层橡胶手套，蹲下身去翻看离我最近的一只死鸭。掰开鸭嘴的瞬间，一股浓烈的腥臭混着类似化学溶剂的刺鼻味直冲脑门，这不是正常的尸臭。我用镊子挑开鸭头羽毛，发现它的眼角正往外渗着黑褐色的粘液，那粘液像半凝固的机油，粘在手套边缘，拉出一条细丝。这不是普通疫病。我从防疫箱里抽出3个双层自封袋，将这只鸭子的头部单独剪下，连同粘液一起密封进去。老唐在旁边念叨着赶紧埋，几个围观的村民也七嘴八舌。昨晚我就听见河里扑腾扑腾的，隔壁赵家村也死了10几只鸭子。一个抽着旱烟的老汉低声插了一句，不止鸭子，我家门槛早上还躺着3只麻雀，脖子也是这么歪的。我心里咯噔一下，水禽出事就算了，麻雀连河水都不碰，怎么也死了？我让老唐带人先撒石灰，自己骑着摩托顺着河道往上游，连跑了2个村，情况出奇的一致。越往上游走，死在河边的家禽和野鸟越多。几个养殖户在岸边破口大骂，说肯定是上游有人偷排毒水。我拉住一个气红了脸的养殖户问，上游最近有什么厂子动工吗？哪有什么新厂？他朝后山方向啐了一口，就上面那个废弃的旧养殖场，前阵子来了一帮外地人，用铁皮墙全给围了，说是什么生态修复工程，连条缝都不留，根本不让人靠近。生态修复。下午我回到驻村借住的村委老宅，这是一座带高院墙和独立水井的2层红砖房。我把取回的7、8个样本摆在桌上，做最基础的试纸检测，禽流感、新城疫、霍乱，常见项全呈阴性。我拿出手机，直接拨通了县里分管副局长的电话，把情况和死状仔细汇报了一遍。电话那头诡异的沉默了足足10几秒。我知道了，副局长的声音有些发紧。林野，明天一早，你把你手里所有的样本一点不剩的送到县局来，记住，不要私下扩散，不要发朋友圈。这就挂了，连句多余的询问都没有。看着黑掉的屏幕，我越想越不对劲，这不符合常规流程。如果是未知疫病，县里第一步应该是派防疫站的技术员带专业设备下来采样，而不是让我一个驻村的单人带上去。我套上一件深色外套，摸上摩托车，趁着天黑去了上游那个废弃养殖场。养殖场建在山坳里，以前的铁栅栏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将近3米高的全封闭蓝色铁皮围挡。大门口停着一辆没有牌照的厢式货车，门外站着2个人。天这么黑，他们却穿着全套白色的生化防护服，连护目镜和呼吸阀都戴得严严实实。我刚把摩托车熄火靠过去，一道强光手电就打在我脸上。干什么的？退后！声音隔着面罩，沉闷且有攻击性。我举起工作证，我是县里派驻青石村的防疫员，下游发现大量死禽，我来查一下有没有病原体。这里没鸡没鸭，做生态修复的，不归你管，马上走！对方不耐烦地打断我，甚至往前逼了一步。我没有争辩，掉头跨上摩托。借着转身的瞬间，我忙按了手机的快门，回到老宅。我点开相册，照片很糊，但能勉强看清围挡缝隙里几根粗大的银色通风管正斜插进地下。如果是普通的生态修复或者拆迁，需要往地下通这么粗的换气管吗？凌晨2点，我靠在椅子上正浅睡，突然被啪嗒一声轻响惊醒。桌上那份装着异常样本的双层自封袋，竟然像吹气球一样鼓了起来，里面原本只有几滴的黑褐色液体，此刻竟然顺着死鸭的羽毛大量渗出，已经续了小半袋。最让我头皮发麻的是，最外层那层明明完好无损的加厚塑料袋，竟然在微微发热。桌面上已经渗出了几滴黑色的水渍，我立刻抽出几张纸巾去擦拭桌面的水渍，纸巾刚碰到黑液的瞬间，嗤的一声轻响，白色的纸面迅速发黄变硬，仿佛被某种强酸烤焦了一样。我盯着桌面，手指微微发抖，这不是疫病。如果上游排下来的东西连塑料袋都能渗透腐蚀，那河里到底是什么东西？脑海中闪过河边那几个住户家里的鸭圈，如果那玩意真能顺水扩散，村里最先出事的绝对不会只是鸡鸭。天刚亮，我没有把所有的样本都送走，我挑出几份死状普通的鸡鸭，装进制冷恒温箱，而那份不断渗出黑液的异常样本，我连着被腐蚀的塑料袋一起，用3个加厚密封袋重新裹紧，缠上胶带，藏进了2楼床底的铁皮箱里。出门前，我走到院子里，看了一眼那口老井。老宅是我这2年驻村的居所，最让我看重的就是院墙够厚，以及这口连着地下水脉的老井。井盖还是块发黑的破木板，边缘已经长了青苔。我蹲下身，摸了摸湿润的井沿。如果污染真的是顺着水扩散的，那村里喝地下浅层水的人早晚得出事。老宅这口井吃的是深水层，绝对是我最后的退路。早上8点，我骑车到了镇上，镇上的气氛已经不对劲了。路过药店时，我看到10几个人在排队抢退烧药。镇卫生院门口
停着2辆救护车，车门大开，连担架都没来得及收。几个小护士站在台阶上，脸色惨白的小声嘀咕。我刚走近，就听见一个穿着白大褂的医生在低声骂，又是抽搐。昨天送来的那个也是这样，体温烧到40度，按都按不住。我没去凑热闹，直觉告诉我，水里的东西已经开始传人了。交了普通样本后，我转身就去了农资站和五金店。老板，来30袋生石灰，8桶强力消毒液。我把工作证拍在桌上，扯了个谎，下游3个村疑似疫病大面积扩散，县里要求立刻应急消杀。老板被我的阵仗吓了一跳，笑我太较真。小林，县里红头文件都没下呢，你慌啥？我一边扫码付钱，一边说，真出了事，再拿就来不及了。除了这些，我又买了2套厚实的连体防护服、高筒雨靴、5包厚麻袋，在五金店买了1台大功率抽水泵、2大卷带刺的铁丝网，整整装满1小卡车。回到村里，我开始一趟趟往老宅里搬物资。隔壁村返乡修车的赵磊刚好路过，帮我搭了把手。林哥，你这是防鸡瘟还是准备打仗啊？他扛着铁丝网喘着气问。我没接话，直接把那块破井盖掀了，搬来1块厚实的3合板，钻孔穿上粗铁链。雷子，帮我把这井盖拿角铁焊死，加个大挂锁，顺便把1楼的窗户用钢筋条封上，只留通风缝。赵磊脸上的笑慢慢收住了，我把大挂锁咔嗒一声扣在井盖上，拔出钥匙揣进兜里，先把井盖锁上，省得以后麻烦。我抬头看着他，你要是信我，这几天就住我这2楼，顺便让你家里人千万别喝河水，前井水也全烧开了再碰。整个下午，我们俩把老宅围成了一个铁桶，2楼外焊上了钢筋网，高高的院墙上拉满了带刺的铁丝网。后山那条小路上，我每隔2米牵了1道鱼线，挂上了空罐头盒。1楼门口和院墙外围被我撒上了厚厚一圈生石灰。晚上8点，县农业农村局的线上紧急会议召开，会议刚开到一半，分管副局长正在念稿子，声音突然卡壳了。屏幕角落的视频框里，一个站长突然向后跌倒，连带着摄像头被撞翻，背景音里传出桌椅翻倒的巨响和一声闷响。画面里伸出一只惨白的手，手指扭曲着，死死抓住了摄像头的边缘。画面瞬间被管理员强制切断。2分钟后，副局长的声音重新响起，平稳的让人害怕。各位，刚才网络有点故障，所有基层人员，明天上午9点携带样本到县城集中点报道。我立刻按下了电脑电源键，走到大门前，把插销插上，搬来木杠死死顶住了木门。凌晨1点，村里大喇叭突然传出一声极其刺耳的电流爆音，紧接着是一个女人撕心裂肺、断断续续的哭喊声：救命！别喝水，不要让他碰水，他刚才还认识我，现在他不认识我了啊！声音伴随着撞击声戛然而止。赵磊从隔壁房间冲出来，脸色惨白。林哥，那好像是河边老李他媳妇的声音。我一把拉开窗帘，看向村东头靠河的那几户人家，黑灯瞎火的村子里，那几栋房子的灯亮得刺眼。我转头看向赵磊，声音很低：明天一早我去镇上，河边那几户人家的灯亮了一整夜，天刚蒙蒙亮，我就穿戴好行头出了门，雨衣、橡胶手套，背包里塞了2大包石灰粉。原本计划去镇上补足最后的生存物资，但我没忍住，绕道去了村东头靠河的老李家。最靠河岸的那扇院门虚掩着，没有听到人声，院里的水缸碎了，门口翻倒着水桶，积水淌了一地。我死死盯着门槛外的泥地，那里有几道清晰的拖拽痕迹，一直延伸到屋后的露天排水沟里。排水沟的淤泥里留着一串湿漉漉的脚印，脚趾部分的痕迹被拖得很长，极其不协调，那东西已经走不稳了。我胃里一阵翻江倒海，立刻拧死油门，直奔镇里。镇卫生院彻底乱套了，大门玻璃被砸碎了一半。我刚把车停下，就看见2个护工死死按着一个在担架上疯狂抽搐的男人，男人的脖子向后扭出一个非人类的弧度，喉咙里发出咯咯声。一个护士端着带血的水冲出来，她的手腕上缠着纱布，还在渗血。一抬头看到我的防疫箱，她眼圈瞬间就红了。你们农业上的样本是不是早就出事了？这根本就治不好。我无法回答她，转身扎进了大药房。我没去抢退烧药，而是趁乱扫空了货架底层的碘伏、医用纱布和抗生素软膏，接着冲去超市买下仅剩的5箱瓶装水、干电池，最后去加油站灌满了4个20升的备用汽油桶。回村的路上，天色变得极其阴沉，途径一段2边全是水沟的县道时，我看到前方有一辆小货车侧翻在路沟里。我本打算减速绕过去，目光突然被路面上的一串湿脚印吸引，那脚印从右侧排水沟里爬出来，消失在侧翻货车的底盘阴影里。我心里一紧，摩托车停在5米外，掏出强光手电，光束猛地扫进车底，光柱打进去的瞬间，那团黑乎乎的阴影猛地缩了一下，那是一个人，浑身衣服吸满泥水，脖子拧成骨折般的角度。喂！我试探着喊了一嗓子，话音未落，那东西四肢并用，以极其惊人的爆发力，猛地从车底扑了出来，一股混合着死鱼腐臭和劣质消毒水味道的恶臭扑面而来，一只惨白浮肿的手死死抠住了我的雨衣下摆，我的手电光下意识地晃到了他的脸上，眼窝深陷，嘴角正往下滴着黑褐色的粘液，强光刺入眼睛，他突然发出一声极其尖锐的惨叫，松开手本能地去挡眼睛，似乎极度畏光。就在这半秒钟的空档，我反手抓起车把上的一小袋生石灰，照着他的脑袋狠狠砸了过去，砰的一声，塑料袋破裂，白粉瞬间糊满他的头脸，石灰遇水冒出白烟，他在地上疯狂翻滚嘶吼。我猛轰油门，疯了一样冲回了青石村。回到老宅，我连院门都没进，我让赵磊隔着门板把消毒液从墙头泼下来，我在院外脱掉雨衣和鞋，用生石灰把鞋底和轮胎厚厚敷了一层，这才跨进院门。
赵磊看着我苍白毫无血色的脸，再也没提一句玩笑话。夜色降临，村子陷入了死寂，偶尔能听到远处没关紧门的院子里传来盆罐被撞翻的声音，紧接着就是惨叫声，最后统统化为拖着嗓子的低吼。凌晨2点，后山方向突然传来叮当一声脆响，是我挂在小路上的铃铛响了。我和赵磊瞬间抓起铁棍，摸到后院墙根，借着微弱的月光，墙外的泥地上多了一串新鲜的湿脚印，那脚印很小，停在了生石灰白线前，就在墙外1米的地方。赵磊刚要开口，院墙外的黑暗里忽然传来了一阵极轻的抽泣声。小林啊，开门！那声音干涩发抖，是村东头平时对我最好的王婶。赵磊看着我，眼神里闪过一丝不忍。我死死握着门栓，感受着门外那股湿冷的腥气。我知道那是什么东西。我握着门栓站了很久，最终没有开门。我死死握着门栓，没有发出一点声音。门外的抽泣声还在继续，干涩发抖，但那节奏太均匀了，均匀的不像活人在哭。小林啊，你不开门，我翻进去了。声音突然拔高，带着极其诡异的上扬。我朝身后的赵磊打了个手势，他白着脸，手心里全是汗，慢慢举起手里的强光手电。我贴着墙根，猛地探出身，将手电光直直打在院墙上端。惨白的光柱里，王婶的半个脑袋几乎贴着墙头，她的头发像湿透的烂海带一样盖在脸上，脖子怪异的向左扭曲着，两只手爬在满是生石灰的墙头，指甲已经翻卷，指尖正一滴滴往下淌着腥臭的水，生石灰灼烧着她的手，皮肉发出细微的滋滋声，她却像感觉不到痛。手电光照中她的瞬间，她嘴里发出一声极其刺耳的嘶吼。赵磊吓得连退2步，后背砰地撞在水缸上。我没有退，我直接抄起墙根的长把铁锹，用铁锹背对准那张惨白的脸，狠狠拍了下去。砰！沉闷的撞击声，王婶直挺挺地摔下了墙头，墙外传来沉重的落地声，接着是泥水里拖拽的摩擦声，渐渐远去。天亮后，村里彻底炸了锅，2楼的窗口被我用钢筋焊死，只留了一道观察缝。我跟赵磊趴在缝隙往外看，村道上乱成一团，有人开着农用3轮车往县城方向狂奔，车斗里塞满了被子和脸盆，有人推着板车，上面躺着抽搐的家人，堵在村卫生室门口砸门，还有一群人围在村委会门口，大声嚷嚷着要说法。村主任拿着个大喇叭站在台阶上喊，大家不要恐慌，县里马上就会有统一安排，退烧药已经在调了。但他拿喇叭的手抖得像筛糠，声音都是破的。我跟赵磊谁也没下楼，我清楚现在的村子就是个火药桶，谁出去谁死。白天的村道比夜里安静，那些感染了的人似乎对光线极其排斥，阳光越足，他们越躲得深。但危机并没有消失。中午时分，村东头的一条大黄狗在村道上到处乱嗅，它转悠到废弃的猪圈门口时，猪圈阴影里突然探出3、4只灰白浮肿的手，那几只手死死扣住大黄狗的后腿，猛地往里一拖，狗叫声极其凄厉，但只持续了2秒就戛然而止。紧接着，猪圈深处传来令人牙酸的咀嚼声和骨头断裂的声音。赵磊脸色煞白，咽了口唾沫。林哥，他们都没走，全躲在阴影里。下午，手机信号开始时断时续，我趁着有网刷到了几段县城医院门口的短视频，画面里几辆救护车横七竖八地停在急诊楼外，有人尖叫着从车后厢扑出来，满脸都是黑褐色粘液，几个保安举着防爆盾牌死死顶着，但很快就被更多扑上来的人潮淹没。这些视频发出来不到3分钟就被删了，网络变得越来越卡，最后彻底变成了无服务。傍晚6点，天刚擦黑，啪的一声，电停了，周围陷入一片死寂，只有河道里偶尔传来的水流声变得异常清晰。我下到1楼，打开储藏室，扯过一根备用拉绳，猛地拉动了那台我提早买回来的旧柴油发电机，发电机轰鸣着运转起来，接好的电线连通了2楼和内院的灯泡，暖黄色的光瞬间将老宅照亮。赵磊站在灯光下，看着堆在角落里的10几个备用油桶，再看看满院子的生石灰、铁丝网和厚木板，声音有些发干。林哥，你前2天跟个疯子一样囤这些东西的时候，是不是就料到会这样了？我没看他拎起水桶走到院子中间的老井旁，我没那么神，我只是怕死，怕来不及。我把井水提上来，倒进旁边洗净的大号塑料水塔里，然后点燃卡式炉，开始一批批烧开水，分装进空矿泉水瓶和干净的带盖水桶里。入夜后的村子像被换了一层皮，白天空无一人的排水沟、废弃柴房、深不见底的地窖口，陆续有湿漉漉的东西爬出来，他们拖着步子在没有路灯的村道上游荡。有户人家后院门没关紧，厨房里传出铁锅掉落的当啷声，周围7、8个黑影立刻像闻到血腥味的苍蝇疯了一样朝那个院子扑过去，惨叫声撕裂了夜空。我在院里烧水，所有的取水工具用完后，立刻挂回井架的高处，井盖换成了3公分厚的实木板，上面压着一块大石头，又缠了一道粗铁链，锁死。水是命脉，这口井必须绝对干净。午夜12点，发电机被我关掉散热，老宅只留了一盏蓄电池台灯。就在这时，院门外突然传来沉闷的拍击声，砰砰！小林，开门！门外是村里收废品的老郑，声音压得很低，但透着一股子理直气壮的急躁。我知道你院里有井。赵磊脸色一变，抓起手边的铁棍，他怎么知道的？我透过门缝往外看，老郑不是一个人来的，他的身后还站着6个年轻力壮的男人，不远处停着2辆3轮车，车斗里隐约还能看到几个脸色发青的成年人，正瘫在里面急促的喘息。老郑身后的人脚下堆满大大小小的空塑料桶，有的桶底还沾着河泥，显然他们已经去过别的水源，但没敢碰。随着他们挪动脚步，空桶碰撞，发出刺耳的哐当声，这声音在死寂的夜里简直就像是敲响的丧钟。老郑拍门的手劲越来越大，震得门框上的灰纸往下掉。小林，大家乡里乡亲的，我们实在没路了，分点水。老郑隔着门板喊，语气还算克制。我没开门，顺着院墙的铁梯爬上2楼平台，鞠
居高临下的看着他们，我可以给水，但门不能开。我声音冰冷，我把一条粗绳绑在2只大水桶的把手上，一点点从2楼顺了下去，拿了水就走，明天天亮再来。还有，桶别碰着地上的水。老郑赶紧让人把水接过去，但他并没有走，他仰起头看着2楼的阴影，脸色在月光下变幻莫测。过了几秒，他的声音彻底冷了下来。小林，你一个外地分派过来的驻村干部，住的是我们村里的老房子，站的是我们村里的井，现在全村人都要渴死了，你隔着墙跟我们讲规矩。他话音一落，身后那几个壮汉立刻围了上来，有人去推院门，有人顺着院墙开始摸索，明显在找能翻进来的缺口。操，这老王八蛋想明抢！赵磊怒骂一声，拎着一根带刺的钢筋就要往下冲，我一把拉住他的后领，把他拽了回来。不能开门，门只要一开，就不是求水了。他们车里有发烧的人，一旦冲进来，全完了。僵持间，远处村道的排水沟里突然传来一阵极其刺耳的拖拽声。老郑带来的那些人空桶碰空桶的动静太大了，早把黑暗里的东西引了过来。一只穿着破烂花衬衫的感染者，像一只巨大的蜥蜴一样从泥沟里爬出，猛地扑向了停在路边的3轮车。他一把抓住了车斗里一个男人的胳膊，惨叫声划破夜空。老郑带来的一个壮汉抡起手里的铁锹，照着感染者的后背狠狠拍下，但这根本无济于事。血腥味一散开，不远处的2道矮墙后，又接连翻出4、5个黑影，全部朝着老郑这边涌来，场面瞬间失控。我毫不犹豫地按下2楼墙头的强光探照灯开关，2道刺眼的白光如同利剑一般扫向大门外。光柱扫过，冲在最前面的几只感染者动作明显僵滞了一瞬，发出凄厉的惨叫，捂着眼睛拼命往墙根的阴影里缩，把铁丝网扔下去。快！我冲赵磊吼道。赵磊反应极快，抓起旁边卷好的2捆防攀爬刀片刺网，顺着墙头直接砸了下去，想活命的自己把网拉开挡在外面。赵磊冲下面吼了一嗓子，老郑那帮人手忙脚乱的去扯刺网，想把自己圈在光亮和刺网的保护区内，但我怎么也没想到，就在这个节骨眼上，老郑竟然趁着光线压制了外围的感染者，从怀里掏出一把半米长的大撬棍，一把插进了我院门的门缝里。他眼珠子发红，咬着牙死死往下压撬棍，先把门弄开。进院子，井就是我们的了。门栓发出不堪重负的嘎吱声。我盯着门外那个自私到极致的背影，心里的火彻底烧了起来。我转身抓起脚边一捆浸透了柴油的粗麻绳，用打火机点燃一头，顺着墙头猛地扔了下去。燃烧的火线精准地落在大门外半米处的浅沟里，沟里早就被我倒过剩下的废机油。轰的一声，一道半米高的火墙贴着大门窜了起来，高温和火舌瞬间逼退了正在撬门的老郑，他吓得一屁股坐在地上，连滚带爬的往后退。接着我拎起一整袋20斤装的生石灰，用刀划破袋子，照着火墙外围猛地扬了出去。夜风一吹，白色的石灰粉瞬间弥漫开来，外围的几只感染者被石灰糊了满脸，加上他们身上不断渗出的湿滑粘液，生石灰遇水剧烈反应，白烟腾起。那些怪物立刻爆发出极其凄厉的惨叫，捂着脸在泥水里疯狂打滚，皮肤发出被灼烧的滋滋声。老郑带来的那帮人彻底乱了阵脚，有2个人在慌乱中被扯破的刀片刺网挂住了小腿，惨叫连连，还有个原本就发烧的男人在车斗里开始抽搐，嘴里吐出黑褐色的泡沫。感染者被石灰逼退，但老郑他们弄出的动静又引来了远处游荡的黑影。走，快走！老郑脸色惨白，连掉在地上的撬棍都顾不上捡，招呼着剩下的人连拖带拽的爬上3轮车，一脚油门轰到底。他们丢下一地血迹和空桶，跌跌撞撞的退回了村道的黑暗里。临走前，老郑回头恶狠狠地盯了一眼2楼的探照灯，虽然隔着光晕我看不清他的脸，但我知道这是没完。大门外终于安静下来，我和赵磊瘫坐在2楼的平台上，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赵磊的手还在抖，刚才如果老郑真的把门撬开，那一车发烧抽搐的人涌进来，这老宅就成死地了。天彻底亮了，我拿上铁锹和强光手电，把院门拉开一条缝，门外的空气里弥漫着刺鼻的焦糊味和腐臭味。昨夜大火烧焦了一只感染者，他居然没有死，拖着焦黑见骨的下半身，正一点点往门前的排水沟里爬。他的手指深深抠进泥里，在地上拖出一条触目惊心的黑色血痕。赵磊握紧带刺的钢筋，想要出去把它解决掉。我一把按住他的肩膀，指了指天空，不知什么时候起，天上已经压满了乌青色的厚云，空气沉闷的让人喘不过气。风停了，有一种令人窒息的湿热感。别碰沟里的东西，马上要下雨了。我声音发沉，我紧紧盯着那条排水沟，沟底沉积着昨夜老郑他们留下的血水，怪物身上的黑褐色粘液，还有死鱼烂虾的碎屑。那些黑褐色的东西不仅没有凝固，反而像是有生命一样，在泥水里极其缓慢地扩散着。天空划过一道刺目的闪电，紧接着是震耳欲聋的雷声，豆大的雨点啪的一声砸在了我的手背上。第一滴雨水落进排水沟的瞬间，原本平静的暗水表面猛地泛起了一圈诡异的黑色泡沫。下午2点，暴雨倾盆，最先发生变化的就是门前的排水沟，雨水像瀑布一样冲刷下来，水位暴涨。昨夜残留在泥地里的血迹、骨渣以及那种粘稠的黑褐色液体，全被翻涌的雨水卷了起来。我披着雨衣站在院门后，借着闪电的光亮，眼睁睁看着水面渐渐染成了一种令人作呕的墨色。腥臭味顺着门缝拼命往院子里钻，水位很快涨到了老宅的墙根。这就是我一直最担心的事，不是那些怪物能越过2米高的砖墙爬进来，而是水，无孔不入的水，会把那些致命的污染源直接带到我的脚边。穿防护服，快！我冲进屋，扯出2套连体防水防护服，扔给赵磊一套，我们手脚并用，把之前囤在柴房的沙袋一包包拖出来，一
包沙袋足有40-50斤重，粗糙的编织袋勒得手掌发麻。我们在院门内侧迅速垒起一道半米高的挡水坝，缝隙处全部用厚实的工程塑料布垫底，死死封住。紧接着，我搬出大功率抽水泵，把进水管插进院内地势最低的水洼里，出水软管一路拉到后院，越过墙头直接甩向后山的高坡。发电机轰鸣，水泵剧烈震动起来，把渗进院内的积水疯狂往外排。雨一直下到入夜，丝毫没有停歇的迹象。雨声太大了，哗啦啦的巨响盖住了外面的一切动静。后山小路上挂着的那些铁罐头和铃铛，现在完全成了摆设。凌晨1点左右，我正在检查抽水泵的油量，突然，老宅侧面的废弃柴房方向传来咔嚓一声极其沉闷的断裂声，不是风吹落雨棚的声音，是实木被硬生生挤断的顿响。赵磊反应最快，一把抄起地上的铁棒冲了过去，我抓起强光手电紧随其后。刚冲到柴房门口，手电光猛地照向塌陷的墙角，一块朽烂的封堵木板已经断成2截，一个浑身泥水的感染者正顺着缺口硬生生把上半身挤了进来，他半张脸都被木刺豁开了，露出灰白色的骨头，浑浊的眼珠死死盯着赵磊。操！赵磊怒骂一声，手里的铁棒狠狠砸向他的脑袋。那怪物并没有躲，而是顶着重击猛地向前一扑，满是黑液的手指堪堪擦过赵磊的防护服袖口，指甲勾破了外层的塑料膜。我一步跨上前，双手握紧一根粗钢管，狠狠杵在怪物的胸口，借助全身的重量，猛地将他顶回了墙洞外。铁丝网压上，我死死顶着钢管，冲赵磊大吼。赵磊不顾一切地抱起带刺的防攀爬网，死命塞进缺口里。随后两人合力用剩下的沙袋和实心砖将墙洞彻底堵死。雨水顺着我们的脸颊往下淌。做完这一切，赵磊一屁股跌坐在走廊下，大口喘着粗气，防护服的袖口正滴滴答答地往下淌水。我盯着他的左手手腕，刚才缠斗中，他防护服的袖口被撕开了一条2指宽的口子，哪儿划的？我走过去，声音发紧。赵磊愣了一下，低头看了看袖口，强颜欢笑：“没事，刚才搬砖的时候，院里的积水溅上去了。”我没说话，一把扯过他的手，直接将破损的袖口撕开。在他的手腕内侧有一道极其细微的擦痕，破皮处微微发红，不知道是被柴房的木刺刮到的，还是被那怪物的指甲蹭到的。但这绝不仅仅是溅了点雨水那么简单。周围除了雨声，死一般的寂静。赵磊看着自己手腕上的那道红痕，脸上的血色一点点褪干净了。两人都沉默了足足1分钟。最终，赵磊咽了口唾沫，先开了口：“我去2楼最西边那间杂屋，里面没窗户，安全。”我深吸了一口气，转身去拿矿泉水和压缩饼干。72小时，每天量3次体温。如果开始畏光、抽搐，或者开始说胡话，我顿了一下，看着他的眼睛，我绝对不会开门。赵磊接过水，惨然一笑，眼神里透着股狠劲。行，你要是心软开门了，黄泉路上我都看不起你。只听咔嗒一声，2楼西屋的门从里面锁死了。我独自坐在1楼的阴影里，耳边全是暴雨的轰鸣。就在这时，挂在墙上的无线电对讲机突然发出一阵刺耳的电流声，红色指示灯疯狂闪烁。我按下了接听键，青石村，呲呲，林野，收到，请回答。是县农业农村局分管业务的副局长，他的声音断断续续，听起来极其疲惫，还透着一种不正常的急促。我是林野，县里现在是什么情况？我抓着对讲机问。对面沉默了几秒，在这几秒的空白里，我隐约听到对讲机背景里传来令人牙酸的金属刮擦声，以及压抑不住的低沉嘶吼，像是有很多人被关在某个巨大的铁笼子里。马上带上你手头所有的原始样本，全部数据，来县城集中点报道。副局长的声音提高了几度。县城还安全吗？我警惕地问。刚才那背景音太不对劲了。对方又沉默了。突然，副局长的声音变得极近，就像是整个嘴唇都贴在了麦克风上，带着一种诡异的粘稠感。林野，你住村的老宅里，那口井还在出水吧？把你那口井的井水也装满2桶带过来。我握着对讲机的手猛地一紧，他们不是要我上交疫病样本，他们是盯上了这口没被污染的井。就在我要切断通讯的瞬间，频道里突然爆出一声尖锐的杂音，紧接着一个极其虚弱、完全陌生的男人声音强行挤进了频道，压低声音吼道：“别带水来，他们在找没被污染的水源，别来集中点。”对讲机啪的一声彻底断线，只剩下无意义的沙沙声。我站在漆黑的堂屋里，彻夜未眠。2楼西屋里安安静静，不知道赵磊是否还在发烧，而我的目光一直死死盯着院子里那口压着大石头的井盖。外面的雨终于小了，但我知道真正的危机才刚刚开始。隔离第1天，赵磊开始发烧，隔着1楼和2楼的楼板，我能听见他粗重的喘息声。我每隔1个小时去楼梯口问一次情况。一开始他还能骂我2句闲烦，到了晚上，他的声音已经完全哑了。我在门外放了退烧药、几瓶纯净水和一张记录体温的纸片。每次去递东西，我都戴上2层医用乳胶手套，喷满消毒液。38度2，这是他最后一次塞出门缝的纸条上写的数字，字迹已经有些发飘。我看着纸条，脑子里全是副局长昨晚在无线电里说的话。他们不是只要数据样本，他们盯上了我这口井。整个后半夜，我一直守在院子里的井台边，盯着加了锁的井盖，手里死死攥着消防斧。第2天上午，雨停了，我趁着天亮打开外院的门去清理积水。昨天黑褐色雨水流过的地方全变了样，墙根的几片野草完全发黑枯萎，排水沟边躺着3只死老鼠，身体已经僵硬，脖子极其诡异的歪扭着，爪子紧紧缩在胸前。我没有靠近，先从库房提出1袋生
石灰，在死老鼠和沟渠表面厚厚盖了一层白粉，然后用2米长的木棍挑起昨夜沾了污水的防护服和废木板，扔进铁桶里，倒上汽油，直接烧掉。清理完外围，我重新检查了那口井，打上来的水清亮透彻，闻不到任何异味。但我还是把取水流程改到了最死，打上来的水必须先加盖静置2小时，烧开后装进密闭的干净水桶里。原先的取水桶用钢丝绳死死固定在井架上，绝不允许任何外来容器碰触井水。井盖换上了定制的厚实木板，挂上大号挂锁，钥匙用伞绳挂在我的脖子上。第3天中午，2楼西屋里传出动静，我提着钢管走上去，门缝底下塞出一张纸条，36度7。我隔着门喊：对光有感觉吗？肌肉抽筋吗？没有，除了饿得想啃桌子腿，其他都好。赵磊的声音虽然虚，但透亮了。我站在门外足足2分钟，确认里面没有别的异响，才拧开外面的锁，把门打开。赵磊靠在墙角，脸色苍白，看我第一句话就是：我还以为你真要把我关死在里面。我把1包压缩饼干和1罐纯净水丢给他，再有下次我一样关。赵磊撕开包装，大口嚼着，扯着嘴角笑了。对，你要是心软开门，我还看不起你。在这3天里，我一直没闲着，观察到了外边那些东西的一个致命规律，它们对声音很敏感，但对水声极其癫狂。只要我启动抽水泵或者提水桶碰到井壁发出哐当声，远处排水沟里就会冒出几个人影。如果手电强光照过去，他们通常会缩进黑暗，可只要水声没停，他们就会顶着强光硬顶着往前爬，手指在墙皮上抓出刺耳的动静，这绝对不是好兆头。水声成了最致命的诱饵。赵磊恢复体力后，我把这个规律告诉了他，两人对视一眼，立刻决定主动出击，把附近藏着的隐患清理一遍。我们在老宅外侧废弃的空猪圈里布置了一个简易陷阱，拿了一个旧铁桶，底部打个小孔，装满水悬挂在横梁上，下面放了一个不锈钢盆，滴答滴答，水滴砸在钢盆里的声音在死寂的夜里能传出很远。猪圈外面，我们拉了2道带倒刺的防攀爬铁丝网，圈内地上铺满干透的苞米杆，上面厚厚撒了一层生石灰，草垛底下埋了4个装满摩托车柴油的玻璃瓶。入夜后，这片区域阴冷的渗人，我和赵磊趴在2楼阳台，大概过了20分钟，黑暗中传来了第1道拖拽声，一只浑身沾满烂泥的感染者从沟渠里爬了出来，他看都没看老宅的方向，直勾勾地盯着猪圈里发出水声的钢盆，像丢了魂一样扑了过去。紧接着，第2只、第3只，一共有5只感染者从各个角落的阴影里钻出来，全挤在猪圈门口，被铁丝网挂住皮肉也不退缩，拼命往里钻。点火！我冷冷吐出2个字，赵磊猛地按下手里的自制点火器开关，连着电瓶的细铁丝瞬间红透，点燃了浸满汽油的引线。轰！火光在废猪圈里冲天而起，高温瞬间炸开了埋在底下的柴油瓶，生石灰遇水受热，在火光中爆出一团团呛人的白烟。那5只感染者在火海中凄厉地嘶吼起来，那种声音根本不属于人类，把整个青石村死寂的夜都撕破了。不到10分钟，动静彻底没了，只剩下木柴燃烧的噼啪声。清晨，天蒙蒙亮，我和赵磊全副武装，拿着铁锹去清理猪圈，空气里弥漫着焦臭和石灰味，地上的5具尸体已经烧得面目全非。我用铁锹翻动其中一具时，从他烧焦的防护服内袋里掉出了半张塑封的工作证，塑封边缘已经烧卷，但上面的字还能看清：天蓝生态工程修复公司，职务是现场水质检测员，又是那个承包上游废弃养殖场生态修复的外省公司。我戴着双层手套捡起证件，用大拇指擦去表面的黑灰，翻到背面，上面用记号笔歪歪扭扭的写着一行字，字迹极其潦草，像是极度恐惧下写就的。地下2层，雨前撤离。赵磊凑过来看了一眼，眉头紧锁。地下2层，养殖场底下哪来的2层？还没等我细想，老宅的外院忽然传来一阵极其嘈杂的脚步声和叫骂声。滚开！今天谁也别想护着他！是老郑的声音。我收起证件，提着钢管快步走到院门后，门外的空地上，2个原本留在外面等换水排队的幸存者被粗暴地推倒在地。老郑手里拎着一把生锈的农用铁叉，脚下正好踩着昨晚从猪圈里清理出来的那具外省公司员工的焦尸残骸。他身后跟着7、8个青壮年，每个人的脸色都透着穷途末路的疯狂，有人手里甚至拿着装了汽油的玻璃瓶，瓶口的布条随风晃荡。老郑死死盯着紧闭的院门，从地上捡起一块烧剩的防护服碎片，猛地砸在铁门上。大家都看清楚了，他冲着身后那些又可又怕的村民大吼，连外地工程公司死的人都在他这院外，他肯定早就知道这水里有毒出事了。他什么都知道，就是瞒着我们，好独吞那口井。门外的骚动越来越大，老郑这一嗓子直接把所有的恐慌变成了针对我的愤怒。砸开，把井抢回来！凭什么我们在外面喝泥水，他在里面喝干净水？人群里有人开始扯着嗓子附和，几个拿着铁锹的男人跃跃欲试，开始绕着外院的2米高砖墙寻找落脚点。这是典型的末路狂欢，一旦有人挑头，所有的底线都会瞬间崩塌。赵磊从门后抄起一把工兵铲，两眼冒火，这老狗昨天装可怜没讨到水，今天直接带人改明抢了。我没出声，伸手把大门中间的观察窗拉开一条缝。门外，老郑故意把铁叉拍得啪啪响，指着老宅大骂：林野，你要是个男人就把门打开，你贪污县里拨下来的防疫物资，自己躲在里面吃香喝辣，这村子的人命你是一点不管啊！我隔着铁门冷笑一声，直接把
一张提前写好的硬纸板从门缝底塞了出去。离门最近的一个年轻人愣了一下，捡起来念出了声：取水规矩，白天取水必须在外院完成消杀，一人限换1桶，用水必须拿干粮、药品、柴油或者劳动力来换，夜间任何人靠近院墙3米内视为抢夺，后果自负。你一个外地来的，算老几？还给我们立规矩！老郑急眼了，一脚踹在铁门上，门框发出沉闷的回声。但人群里有些幸存者听到可以拿劳动换水，明显露出了迟疑的神色。老郑察觉到了身后人的动摇，立刻提高了嗓门：别信他的鬼话，等我们把门砸开，那口井就是大家的，用不着受他摆布。我早就料到他会这么说，我不慌不忙地掏出手机，连上随身携带的高功率扩音喇叭，按下了播放键。扩音器里瞬间传出了老郑2天前夜里在门外撬锁时自以为压低了的声音：先把门弄开，井就是我们的，这小子死活不用管，到时候看谁不顺眼就不给谁换。录音在空旷的村委回荡，门外突然死一般寂静。刚才还被老郑煽动的眼红的几个村民立刻转头死死盯着他，大家都不是傻子，老郑这算盘打得太响，连遮掩都忘了。你他妈阴我！老郑恼羞成怒，脸涨成了猪肝色。他猛地回头，冲着身后2个一直没做声的壮汉使了个眼色。那2人立刻心领神会，提着镐头就往老宅侧后方的山道绕过去。老宅后山的地势高，一直是我防守的重点。我在那布置了半网和空罐头铃铛。不出30秒，老宅后方传来叮铃铃一串极其急促的铃铛声。雷子！我吼了一声。2楼阳台上的赵磊一把拍下探照灯的开关，高功率的强光光柱唰的一下扫向后山，瞬间把绕后的2个人照得原形毕露。他们正弓着腰，手里举着镐头。最前面那人的脚距离我连夜撒下的高纯度生石灰线只有不到半步，只要他一脚踩下去，前面那张固定在暗处的铁丝半网就会把他兜头罩住。强光刺得他们睁不开眼，2人手里的武器掉在地上，狼狈地趴进泥地里。前门的阵脚彻底乱了。老郑带头推搡着几个退缩的村民，试图硬冲大门。就在推搡中，他们踩坏了我们昨晚铺在猪圈外围用来隔离的石灰带。一声令人毛骨悚然的嘶吼突然从左侧那道半截矮墙的阴影里爆出，那是昨晚被火光惊动但没有冲进陷阱里的一只漏网之鱼。他整个人泡得浮肿，动作却快得离谱，猛地从阴影里扑出来，直接抓住了那个拿着汽油瓶的男人的胳膊。惨叫声瞬间撕裂了人群，玻璃瓶砸碎在地上，汽油溅得到处都是。被抓的男人死死抓住老郑的外套求救：郑哥，救我，拉我一把！老郑回头看了一眼那怪物灰白的眼珠和滴着黑液的牙齿，吓得惨叫一声，毫不犹豫的一脚狠狠踹在男人的胸口上，硬生生扯断了外套，转头连滚带爬的往村口方向狂奔。他的几个核心跟班见状，也立刻丢下手里的家伙，作鸟兽散，留下几个没参与撞门的村民面如死灰的看着那只怪物在地上撕扯惨叫的男人，还不滚远点！我打开观察窗，举起一把装满强酸消毒液的自制喷壶，顺着门缝对准怪物的方向疯狂滋水，刺鼻的气味让他松开了手，哀嚎着退进暗沟里。一场躲井的闹剧就这么土崩瓦解。刚才还被煽动的几个幸存者，此刻把铁锹全扔了，老老实实的退到安全线外排好队。我隔着门喊：想喝水，按规矩来；想抢井，跟他走。最终有2个身体没带伤，看起来还算老实的青壮年主动站了出来，他们上交了身上的一把羊角锤和3包干脆面，表示愿意留在外院干活。我没有拒绝，老宅的防御必须升级，光靠我和赵磊2双眼睛已经看不过来了。我给他们穿上防护服，将前院彻底划分为外院隔离区，2人负责守外门、消杀排队者、搬运物资，而内院生活区和水井只有我和赵磊能进，任何换水的桶都必须挂在外院墙头的滑轮上。入夜后，村子又陷入了死寂。我没睡，坐在井台边上擦拭着钢管。凌晨2点多，深不可测的古井里突然传来扣的一声极其微弱的回响，声音很轻，像是某种硬物撞击在湿滑的井壁深处，从极深的地底传上来。赵磊从2楼快步跑下来，脸色发紧，他打开强光手电，直接照向井底，水面黑沉沉的，什么也看不见，平静的没有一丝波澜。有东西掉进去了，他低声问。我没回答，手电光偏离水面，扫过井台侧面垫高的红砖岩，在靠近阴暗角落的泥地上，赫然印着半个沾满黑泥的鞋印，鞋底花纹是极其厚重的防滑底，绝对不是院里4个人的鞋。如果围墙没破，大门没开，那留下这个鞋印的人不是从上面进来的，只能是从下面来。我立刻掐灭了手电，打了个手势让赵磊噤声。我们连夜叫醒了留在外院的2个新伙计，4个人提着防身武器，几乎是一寸一寸的排查了老宅的每一扇门窗，每1米砖墙，墙头拉的铁丝网完好无损，院门后的死锁插得严严实实，所有的窗户都封着钢筋，绝对没有人是从外面翻进来的。排查结束，我站在院子正中央，目光越过井台，死死盯住了老宅后方那个塌了半边的柴房，找图纸。我沉着脸走进1楼堆放杂物的老木柜，翻了10多分钟，终于在一个发霉的铁盒子里找到了这栋老房子的地砌草图。图纸边缘已经发黄发脆，上面用褪色的蓝墨水画着建筑结构。我顺着前院的水井往后看，手指突然停在柴房的位置，草图上一条代表水路的虚线从柴房正下方穿过，一直延伸到后山的水塘。那是一条几10年前留下的地下排水暗渠，年代太久远，连现任的村干部都不知道它的存在。
我们抄起铁锹直奔柴房，把碎砖和烂木头清空后，用撬棍别开了地面上几块异常松动的青石板。一股浓烈的带着死鱼腥臭味的潮湿阴风猛地冒了出来，下面是一个大约70-80公分宽的砖砌暗渠，不仅能走水，足够一个成年男人趴在里面艰难爬行。赵磊将手电光打进去，光柱下暗渠边缘的青苔被刮蹭得一塌糊涂，内壁上沾着几块新鲜的黑泥痕迹，像最近有什么东西用力蹭过。操！赵磊看清那爬痕，起了一身冷汗。老郑要是知道这条道，昨晚还撬什么门，直接从地下摸进来了。这不是老郑。我捏起一撮内壁上的泥，闻了闻，这泥里的臭味跟昨天那具工程公司的尸体身上一样。不管是从下面爬上来的是人还是什么怪物，这条路必须死死堵住。我们一刻没停，立刻开始干活。先从库房里提来2包生石灰，不管3七21全都倒进暗渠深处填底。随后用几块厚实的水泥预制板死死封住洞口。外院那2个小伙子动作麻利的开始和水泥。我们连着糊了3层砖墙，最后压上一块重型生铁板，直接把柴房的地面浇成了一个实心大鼓包。不仅如此，为了彻底断绝水源被污染的可能，我们连夜拌砂浆，把整个井台的基座往上拔高了整整半米，上面用铁架焊死了一个防雨棚，在内外院之间又加装了第2道铁丝网门。等干完这些，天已经大亮了。我清点了一下物资清单，眉头越皱越紧。发电机这2天高强度运转，柴油库存见底了，加固井台和暗渠耗光了所有的水泥和铁丝网，用来接警报系统的蓄电池电量也撑不过2个晚上，不出去不行了。我把地图摊在井台盖板上，必须出去一趟。镇上人多眼杂，不能去，走山边的基耕路，去7公里外的县农机站，那儿有重型电瓶、太阳能板和柴油。新来的那俩小伙子面面相觑，赵磊则直接去院里点火启动那辆破旧的农用3轮车。我们花了1个小时改装载具，3轮车头用螺纹钢焊了一个夸张的冲撞角，车厢4周铺满铁皮，只留观察缝。车顶架上了一组强光探照灯和一个高频手摇警报器。我骑着越野摩托在前面探路，规则只有一条，避开所有的桥洞、水渠和低洼地带，绝不靠近任何死水。一路气氛压抑到了极点。白天那些怪物极少在公路上活动，我们在几处废弃的房屋阴影里看到了他们畏惧阳光，只是木然的扭头看着我们，伴随着低沉的喉音，并没有扑上来。11点，我们摸进了县农机站，这里静得吓人，地上散落着沾血的修车扳手和零件，动作快，只拿清单上的。我一边说，一边将一桶桶备用柴油搬上3轮车厢。就在赵磊弯腰去抬那个100安时的重型电瓶时，旁边一个盖着铁皮的维修地沟里突然传出黏腻的摩擦声，铁皮被猛地顶开，一个穿着脏污工作服的怪物从坑底探出半个身子，满是黑液的手直奔赵磊的小腿抓去。我早有防备，挂在胸前的强光手电瞬间爆亮，直直对在他脸上。那怪物惨叫一声，捂着眼睛猛地缩回坑里。我顺手抄起旁边一块沉重的修车铁板，哐的一声砸在坑口上，2个人站上去死死压住，装车撤。就在我们将最后一捆铁丝网扔进车厢时，我腰间的对讲机突然发出一阵极其微弱的电流声。我调准了频率，里面传来一个男人断断续续的求救声：“有人能收到吗？我是环境数据员韩素，我们在县农业农村局的旧楼，县局旧楼。”我按下送话键，旧楼安全吗？你们怎么没去县城体育馆的集中点？别去体育馆。对面突然拔高了声音，带着变调的恐慌。那根本不是救援点，那是工程公司借着县里的名义，在集中收容被污染的活体样本，他们连人一起收。我心头巨震，所有的异常在这一刻全都串了起来。我知道那个废弃养殖场地下到底在排什么东西。韩素剧烈的喘息着，对讲机背景里伴随着恐怖的砸门声。检测资料全在3楼，我们撑不住了。通讯突然中断，紧接着县城的方向传来一声极其沉闷的爆炸声。我们站在农机站的高处望去，一股浓烈的黑烟正从县城的中心区域腾空而起，像是一头正在苏醒的巨兽。2秒后，对讲机里爆出最后半句声嘶力竭的警告：资料在3楼检测室，天黑前如果你们来，千万别走河桥。对讲机彻底死寂，风把黑烟吹向了阴沉的天空。我盯着县城的方向，攥紧了手里的对讲机。那口井只是最后的退路，只要污染源不掐断，下一场雨谁都活不了。把柴油全绑好，我跨上摩托车，一字一顿地说道：去县城旧楼，天黑前必须撤出来。引擎声在空旷的乡道上显得极其突兀。我骑着越野摩托顶在最前面，赵磊开着改装的3轮车跟在后头。按照我们事先划定的路线，这7公里的路程必须完全避开主路的河桥和任何低洼水区。中午11点半，太阳毒辣的刺眼，这是我们唯一的机会。开出2公里后，我远远看到了那座必经的河桥。我没有减速，而是打了个手势让赵磊靠边停下，自己摸出望远镜看了一眼，只看了一眼，我的后背瞬间就被冷汗浸透了。桥洞下那片巨大的阴影里，黑压压的全是东西。白天阳光强烈，那些感染者不敢出来，全挤在桥墩周围。粗略扫过去，起码有上百个，他们密密麻麻地叠在一起，身体扭曲成怪异的角度。摩托车的引擎声传过去，桥洞里立刻响起一片黏腻的水声，几百颗脑袋齐刷刷地转过来，直勾勾地盯着光亮外的我们。但正如我预判的那样，他们极度畏光。几个感染者试着往外爬了半米，干瘪发黑的手刚碰到阳光，就像被火烫了一样，猛地缩了回去，喉咙里发出痛苦的嘶吼。不能走这里！我调转车头，顺着高处的土坡基耕路继续往县
县城方向绕，一路上惨不忍睹。路边的排水沟里不时能看到仰面朝天的死尸，或者只剩半截的家禽，空气中弥漫着一股让人作呕的死鱼混杂着臭鸡蛋的味道。每路过一个水坑，我都让赵磊尽量靠外侧开，生怕车轮卷起的污水沾到身上。12点半，我们终于绕到了县城边缘，县城外围已经彻底瘫痪，2辆公交车撞在一起，把十字路口堵得严严实实。我没往市中心钻，而是先摸到了县体育馆外面的一个斜坡上，那是之前县里文件通知的集中救援点。趴在斜坡的草丛里，赵磊倒吸了一口凉气。体育馆大门外停着6、7辆重型厢式货车，车厢上印着蓝天生态修复工程的字样，门口根本没有救灾帐篷，也没有医生和武警，取而代之的是2米多高的带刺铁丝网，把整个体育馆围成了铁桶。铁栏杆上挂满了干涸的黑血迹，地上散落着带血的鞋子和撕烂的衣服。从栅栏缝隙里看进去，场馆里面全是人，或者说曾经是人。那些穿戴着防护服的工程公司员工正拿着高压水枪冲刷着地面的黑色粘液，而成百上千的感染者被像牲口一样关在看台区，不停地撞击着铁门。韩素说的对，这不是救援点，这是工程公司用来收容变异活体样本的巨型隔离区。他们把不知情的下层干部和老百姓骗过来，连人带样本一起锁死在了这里。我压下心头的怒火，悄悄退回车旁，带着赵磊直奔县农业农村局的旧楼。旧楼在老城区一条死胡同的尽头，院墙倒了一半，我们把车停在隐蔽处，院子里静悄悄的，只停着一辆和体育馆门口一模一样的工程货车。货车的车厢门紧闭着，驾驶室的车窗碎了。我提着撬棍凑过去，驾驶位上有一大滩暗红色的血迹，仪表盘上扔着一张被血印透了半边的运输单。我小心翼翼地把纸扯出来，收货地址写着废弃养殖场地下2层高危处理区，下面有一行极其醒目的红字备注：活体样本不得暴露于强光环境，否则面罩滤光层失效，将引发不可控狂暴反应。我眼皮一跳，立刻抬头看向前方的旧楼，一瞬间我明白了这行备注的意思。眼前的这栋3层砖楼，从1楼到3楼的所有窗户全都被人用厚重的黑胶布从里面死死封住了，连通风扇都被木板钉死，整栋楼透不出一丝光线，像一个巨大的黑色棺材。赵磊握紧了手里的铁管，声音发涩：林哥，这楼里连一点光都没有，咱们手里的强光灯在这里面管用吗？管不管用都得进，除非你想下半辈子连一口干净水都喝不上。我从车厢里抽出2把长柄消防斧，一把扔给赵磊，自己把那只高流明强光手电用胶带死死绑在小臂上，另一只手拎起一袋50斤装的生石灰。我们撬开了旧楼侧面的消防通道铁门，门刚拉开一条缝，一股浓重的防腐剂混合着腐肉的恶臭扑面而来，里面漆黑一片，手电光打进去，空气中全是因为长久不通风而漂浮的灰尘。我打着手势让赵磊贴墙走。1楼大厅满地狼藉，倒塌的指示牌和散乱的防疫资料被踩进了黑色的污泥里。大厅中央的承重柱后面传来一阵极轻的咀嚼声，我将手电光猛地扫过去，光柱定格在10米外的一个角落，那里蹲着一个人，他身上穿着工程公司的那套白色全封闭防护服，衣服已经被抓成了布条。听到动静，他慢慢转过头，站了起来。普通的感染者在这个流明度的强光照射下，绝对会惨叫着捂住眼睛后退，但这只怪物没有，他的头上戴着一个类似于防毒面具的工业头盔，护目镜的位置是深黑色的滤光玻璃，强光打在玻璃上只反射出一圈光晕，根本穿不透。他完全不惧光，不仅如此，强光似乎还刺激到了他，喉咙里发出一声沉闷的咆哮。他猛地伏低身体，像一只大型野兽一样朝着我们狂冲过来，速度太快了，我根本来不及拔斧头，直接双手抡起那袋50斤的生石灰，照着他扑来的路线狠狠砸了过去。砰的一声闷响，石灰袋被他尖锐的爪子撕裂，刺目的白粉瞬间在走廊里炸开，漫天的石灰粉弥漫了视线。怪物虽然有滤光面罩，但防毒呼吸法显然已经损坏，吸入生石灰后，强烈的灼烧感让他痛苦的在地上翻滚，发出撕心裂肺的嘶叫声。跑，上楼！我一把拽住赵磊，两人趁着石灰烟幕的掩护，一口气冲上了楼梯。赵磊在踏上2楼缓步台的瞬间，飞起一脚将旁边一个沉重的双开门铁皮档案柜踹倒，哐当一声巨响，档案柜死死卡在了楼梯转角，暂时堵住了下面的通道。我们不敢停，借着手电光直奔3楼。3楼走廊近的只能听见我们剧烈的喘息声，这里全是各种实验室和检测室的门。根据对讲机里的线索，我们摸到了走廊尽头那间标着重金属水质检测室的铁门前，门被反锁着。我用手电敲了3下，停顿1秒，又敲了2下，里面传来窸窸窣窣的动静。过了10几秒，门轴发出酸涩的摩擦声，裂开一条缝，一张面容枯槁、眼窝深陷的脸探了出来，正是对讲机里求救的环境数据员韩素。他看到我们身上的防疫员制服，腿一软，差点跪在地上。我赶紧一把架住他，闪身进了房间。赵磊立刻转身把铁门死死锁住，又推了一张实验台顶在门后。水，你们有水吗？韩素嘴唇干裂的全是血口子，声音像是在砂纸上磨过。我从战术背包里掏出一瓶我们自己在院子里煮沸并严格密封的井水，拧开递给他，小口喝，别呛死。韩素抱着瓶子猛灌了2口，眼泪直接混着灰尘流了下来。等他气喘匀了，我没一句废话，直奔主题，资料在哪？废弃养殖场底下到底漏了什么？韩素拖着发软的腿走到角落的一个保险柜前，输入密码拉开，里面放着一个加厚的黑色防水箱。他把箱子抱到桌上打开，
里面全是一沓沓的检测报告和一根装在隔离管里的 U 盘。那个所谓的生态修复工程，全他妈是扯淡！韩素双手发抖的抽出一张水质分析表，拍在桌上。我拿着手电扫过去，那上面密密麻麻全是触目惊心的红叉，多项未知生物制剂指标报表，重金属更是超出了检测仪器的上限。那家蓝天生态公司接的是外省一个大型生物医药基地的案单，他们买下那个废弃养殖场，在地下掏空建了2层高危废液处理设施。1个月前，地下2层的核心沉淀池外壁发生结构性断裂，那些根本没有经过无害化处理的高浓度变异制剂，直接混进了雨水管网和地下水脉。赵磊听得直咬牙，所以下游村子的鸡鸭死绝了，然后传染给人。韩素苦笑着摇头，一开始公司想瞒，派我们来做内部净化，结果病毒在强光和常温下发生了2次变异，接触过污染水源的人会在短时间内失去理智，产生强烈的趋水性和畏光性。等县里发现不对劲时，那帮高管早就把核心数据带走跑路了。他们为了拖延时间消灭证据，甚至以集中检测的名义，把大部分知情的基层人员全部圈禁在了体育馆，不准进出，任由他们交叉感染。我迅速把防水箱扣好，塞进背包里。管线图在里面吗？在，上面有所有的排水口位置。韩素指着包说，拿到东西1秒钟都不能多留。现在已经是下午3点了，必须在天黑前赶回村子，否则那些躲在阴暗处的感染者一旦倾巢而出，我们谁也别想活着回去。就在我刚把背包系紧的那一秒，头顶的走廊广播突然发出一声极其刺耳的电流报鸣，紧接着一个毫无感情的机械女声在整栋大楼里回荡起来，警告，系统进入夜间封锁模式，请所有滞留人员立刻前往1楼大厅登记。重复，警告。这种年久失修的系统短路广播成了催命的丧钟。几乎是同一时间，大楼的每一层每一个房间都传来了沉闷的撞击声，地下1层的车库方向更是爆发出如同浪潮般的疯狂抓闹声。那群在阴影里蛰伏了一整天的瞎子被这巨大的噪音彻底唤醒了。走，我一脚踹开堵门的实验台，拉开铁门，楼梯间里已经传来了令人牙酸的摩擦声。那个在1楼被我们用石灰撒了一脸的防护服怪物正踩着翻倒的档案柜往上爬，而在他身后，密密麻麻的黑影正从1楼大厅涌上来，硬拼绝对死路一条。我看了眼走廊尽头开着半扇木板的窗户，下面正对着2楼的一个铁皮延伸雨棚，跳窗顺着雨棚滑下去。赵磊一把扛起腿软的韩素，我拎着斧头断后，2人毫不犹豫地跃出窗外，重重砸在2楼的铁皮棚上，我也紧跟着翻了出去。脚刚落地，3楼的窗户就被撞碎了，几只浑身沾满黑液的感染者咆哮着扑空，直挺挺地摔在了1楼的水泥地上，摔成了一滩烂泥。我们顺着雨棚滑到院子里，还没等喘口气，原本停在院子中间的那辆密封工程货车车厢门突然传来轰的一声巨响，内部锁舌直接崩断，3只穿着残破防护服的怪物从车厢里爬了出来，他们面罩上的滤光玻璃大部分已经碎裂，露出下面溃烂发黑的脸，但这显然是第一批在养殖场地下被感染的内部员工，保留了极其强悍的肌肉力量。我根本不跟他们纠缠，直接掏出一个装满汽油的玻璃啤酒瓶，点燃布条用力砸在他们脚下，烈火瞬间蹿起2米高，怪物本能的后退，上车发动。我大吼着冲向停在墙外改好的3轮车，赵磊一把将韩素塞进铺满铁皮的车厢，自己跳上驾驶座，油门直接踩到底，带有螺纹钢冲撞角的车头砰的一声撞开半扇摇摇欲坠的铁门，直接冲上了外面的马路。逃亡的路上，引擎声轰鸣，车厢里颠簸的像在翻江倒海。我靠在铁皮旁，用手电照亮了那张从保险箱里拿出来的管线图。韩素趴在一旁，用发抖的手指在复杂的图纸上画出了一条红线，这里是主管网，通向县城河道。他的手指向下移，停在了一条不起眼的虚线上，声音颤抖的变了调。但由于主管网压力过载，前天自动切断了阀门，这是他们的备用排水支线。如果主管道堵死，废液就会被高压泵推入这条支线。我顺着他手指的方向看去，脑袋里像被重锤狠狠砸了一下。那条虚线的尽头赫然标着3个字：青石村，位置正是我们老宅后方的那片荒山沟渠。就在这时，我挂在胸前的无线电对讲机突然发出一阵急促的电流声，留守在老宅外院的小伙子带着极度恐慌的哭腔喊道：林哥，你听得见吗？林哥，后山沟里突然有水声，可今天根本没下雨啊，那水是黑色的，又臭又黏，正顺着山沟往下漫，离咱们的石灰线不到50米了。韩素绝望地抱住了头，备用泵站启动了。我盯着对讲机，眼神彻底冷了下来。老宅的那口水井是方圆几十里唯一干净的水源，一旦被废液渗透地下水层，整个堡垒就全完了。我咬破了嘴唇，只对着对讲机回了2个字：回去。太阳已经完全落山了，最后一丝光线从地平线上消失的那一刻，整个世界仿佛被按下了某个开关。马路两侧的废弃车厢里，排水沟的阴暗处，杂草丛生的烂尾楼里，无数个黑影开始不安分地蠕动。属于他们的狂欢时间到了，把探照灯全部打开，手摇警报器拉满，给我把油门踩进油箱里。我趴在摩托车的油箱上，冲着身后的赵磊厉声咆哮。3轮车顶上的几组高频强光灯瞬间爆亮，如同几柄利剑刺穿了浓重的夜色。凄厉的防空警报声撕裂了宁静，路边那些刚探出头的感染者被强光刺得发出惨叫，纷纷捂着脸退缩。即便有几只头铁的试图冲上来，也被疯狂轰鸣的车轮无情碾碎。我们就这样如同一头狂暴的钢铁刺猬，硬生生从县城外围的死亡封锁线里撕开了一条血路，沿着坑洼的机耕路一路飙回了青石村。刚到村口，我就闻到了一股令人作呕的恶臭，比前几天更浓烈更刺鼻。我没有理会村道上那些徘徊的影子，带头直接冲向老宅后山的那条干沟。情况比我想象的还要致命，老宅厚重的铁门紧锁着，留守的2个小伙子严格执行了我的死命令，无论听到什么动静都没有私自开门，只是站在2楼
楼的围墙上，用强光探照灯死死照着后山的坡地。在探照灯的惨白光晕下，一股粘稠的如同黑芝麻糊般的废液正从半山腰一个常年被灌木遮盖的水泥排污口里汹涌喷出。黑水顺着地势，带着极强的腐蚀性气味，正一点点朝着我们刚刚封死的暗渠方向漫灌。外围的第一道生石灰防线已经被浸透，白色的石灰遇水沸腾，冒出刺鼻的白烟。绝对不能让这水漫进院墙的地基，一旦渗透，地下水脉立刻就会被污染，那口被我们拼死护住的水井就彻底废了。拿设备，就在这里截住它。我把摩托车一支，直接抽出了后座绑着的大功率抽水泵和2盘粗壮的消防水袋。赵磊和韩素也跳下车，根本来不及穿戴什么防护服。我让赵磊把水袋的一头猛地甩下荒坡的另一侧，那里是一片不渗水的废弃采石坑。抽水泵的电缆直接搭在还在轰鸣的3轮车发电机上，开机，抽水泵发出野兽般的咆哮，巨大的吸力开始将沟里的黑水疯狂抽向远处的采石坑。但这还不够，排污口的压力太大，水流仍然在往老宅方向移，必须把那个口子呼死。我指着半山腰那个喷黑水的水泥管，这是一场与时间的搏命。韩素哆嗦着举着图纸和强光手电负责照明，我和赵磊一人扛着一袋水泥和碎石，另一只手拎着重型钢板，直接踩进了7脚踝深的泥泞里，臭气熏得人几乎睁不开眼。我们冒着极大的风险靠近出水口，强压下的废液喷溅在我们的小腿上，带着冰凉的滑腻感。赵磊把一块半人高的厚铁板斜插进泥里，死死挡住水流的主要方向。我抓起盛袋的速干水泥，连包装纸都不撕，直接整袋的填进管口和铁板之间的缝隙里，上面再压上几十斤重的大石块。左边还在漏。韩素声音嘶哑的大喊。就在我转身去拿第3袋水泥的时候，震耳欲聋的机器轰鸣声和强光终于把村子附近游荡的怪物全都吸引过来了。山沟两侧的灌木丛里传来了密集的树枝断裂声，在手电光的边缘，几只浑身湿透的感染者已经爬出了泥沟，喉咙里发出饥饿的咯咯声，正朝着我们的后背扑来。院子里的人敲盆引走他们，我对着对讲机狂吼。2楼院墙上的小伙子立刻抡起铁棍，对着挂在墙外的几个空气油桶发疯一样的砸。震耳的金属敲击声在这边响起，立刻让一部分驱声的怪物偏离了方向，但还是有一只离得太近了。它从半山腰的阴影里猛地窜出，锋利的爪子直接抓向正在压石头的赵磊的后颈。小心！我扔下水泥，回身抡起消防斧，借着腰部的扭力，一斧头劈在怪物的肩膀上。巨大的骨裂声中，那怪物嘶吼着偏倒，但它挥出的爪子还是擦过了赵磊的胳膊，衣服瞬间被撕裂，几道血痕露了出来。赵磊闷哼一声，根本没回头看伤口，死死用身体压住那块铁板。别管我，填缝！我红着眼，将最后一袋石灰和速干水泥混合物全部砸进了漏洞里，随后迅速拉着赵磊和韩素退回了3轮车后的安全区。水流被截断了，水泥在废液的反应下迅速硬化凝固。大功率抽水泵嘶吼了整整3个小时，终于把沟渠里残留的最后一丝黑水全部抽进了远处的采石坑。当一切平静下来时，天边已经泛起了一抹极其暗淡的鱼肚白。新的一天亮了，光线驱散了黑暗，那些在周围徘徊了一整夜的怪物发出不甘的低吼，陆陆续续的缩回了废墟和阴沟的阴影深处。我瘫坐在带着泥水的草地上，整个人像是从水里捞出来的一样。第一件事，我一把拽过赵磊的胳膊，伤口很深，皮肉翻卷着，但流出来的血是鲜红色的，没有发黑，也没有那种腥臭味。那怪物的手上刚才并没有沾到污染液，这只是普通的物理外伤。赵磊看着红色的血，靠在车轮上，比哭还难看的笑了一声。上午9点，我推开了内院的门，亲自走到那口被重重保护的老井前，揭开铁锁，打上来1桶水，水质清澈透亮，喝下去带着地下水特有的甘甜，没有哪怕一丝异味。我们守住了。当天中午，我用修好的高音喇叭对着整个青石村循环播放了一条广播，声音在死寂的村庄上空回荡，冷硬而不容置疑。所有活人听着，绝不要触碰河水和下雨的积水，不要靠近废弃养殖场。白天可以到村委老宅换取干净井水，要水就得按我的规矩来，拿物资换，拿劳力换，不服从管理的，私自越线的，后果自负。从这一天起，不再有老郑那样道德绑架的闹事者。几个饿得面黄肌瘦的村民战战兢兢地提着空桶，站在了外院的石灰线外，眼神里充满了敬畏。在这座被污染废土包围的村落里，这口井和围绕它建立的残酷法则，成了唯一能让人活下去的秩序。夕阳西下，我站在2楼的围墙上，看着逐渐建立起防御体系的营地。赵磊手臂缠着纱布，正在教新加入的人如何使用火种和石灰，一切似乎都在往好的方向发展。直到摆在桌角的那台破旧的无线电接收器里，突然传来一阵刺耳的静电盲音。我皱起眉头，走过去拧大音量，在嘈杂的电流声中，一个极其微弱、带着重度喘息的陌生男声断断续续地飘了出来：“青石村，能听到吗？我是2号基地的残存人员，不要以为结束了。养殖场地下2层的核心泵站，就在5分钟前被人为重启了。”通讯戛然而止。我转过头，看向远处依然泛着黑色泡沫的河流，握紧了手里的消防斧。活下去的战斗才刚刚开始。